最近呢，巴基斯坦和以色列就发生了冲突，但有人认为呢，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。它会分为2个阶段，4个战区。而欧洲呢是北约东扩引起的俄乌冲突，中东呢是巴以冲突，东亚呢是反分裂与反封锁，北美呢是经济衰落引发的分裂。那这样的分析到底有道理吗？目前呢，巴勒斯坦就宣称他们已经有超过400人丧生。2天内呢，事件迅速发酵。就在同时呢，美国的航空母舰也飞速的开到了以色列附近的海面，宣称飞机、船只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目前事件还在持续的升级之中。虽然中东离我们路途遥远呢，不过已经有好多网友已经表示担忧了。他们就说传说中的第3次世界大战不是真的要开始了吧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唐。就在冲突发生的2天之后呢，英国的预言家帕克就说这次事件会升级，不过呢3战也许并不会发生。预言家帕克呢，我们之前就介绍过他是通灵师，他可以看到一些未来的异象，而且呢他也对易经呢比较有研究。有的时候呢，他说他也会运用易经中的理论来进行一些推测的。帕克呢是英国家喻户晓的通灵预言家，他精准的预言了英国脱欧危机川普当选美国总统。他还预言了澳洲爆发巨大的自然灾害，全球爆发病毒大流行等等，因此呢被誉为是新的先知。而帕克呢是透过某种通灵能力就是能够看到未来的意象画面，所以他的预言呢一般都是提前做的。帕克就提到呢，当他在做这些预测的时候呢，经常会感受到一些阴暗的阴霾。那当这种画面出现的时候呢，就很有可能会有不好的事情要在12月发生了。帕克呢在9月20号的时候就说会有一些地震呢发生在意大利以及喜马拉雅山区。在10月3日呢，大地震就发生在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。10月7日呢，我们就看到了阿富汗可怕的地震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，这2次地震呢几乎都是象征性的。帕克还说呢，将会有同时发生火灾和洪水在塔斯马尼亚，然后呢在塔斯马尼亚的北部呢，也就是吉普斯兰地区就发生了火灾和洪水。而吉普斯兰呢是澳大利亚的，它就在塔斯马尼亚的北部，所以看起来很多事情都在那里发生了。早在俄乌冲突之前呢，帕克就看到了这个地区的未来。帕克当时说2022年呢，俄罗斯会进入乌克兰，冲突呢会持续18个月到2年的时间。而这次的巴以冲突呢也是一样的。在9月14日呢，帕克就说他看到了巴以冲突即将发生。帕克还说呢，在意象中就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以色列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冲突，他们将进入核设施而发生危险，那将是一次相当严重的冲突。帕克说，我希望我看到的是错误的。那10月9日呢，帕克再次预言说我感觉到这次冲突将会升级，不仅仅局限于加沙了，整个阿拉伯世界呢显然都卷入了这场冲突。那以色列呢会不会像帕克所说的那样将整个阿拉伯世界拉入其中呢？我们目前呢还看不出来。不过幸运的是帕克说他没有看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发生。帕克还说了粮食危机他说在2023年到2024年呢会有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。在他看来呢，巴以冲突呢就代表着更不稳定的世界局势，并且在饥饿中生活的人口数量呢会持续的增加。这番话呢自然不是在吓唬人们了，因为近几年疫情呢再加上时局的动荡呢，许多的国家呢都自顾不暇，农业发展呢也陷入了困境，全球的粮食产量呢也一直呈现下滑的趋势。有高达3亿人呢每时每刻呢都在面临着粮食恐慌，尤其是有着数十亿人口的非洲大陆。那在2023年呢，全球粮食风波还未平息呢，很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依旧难以吃饱饭。对于那些本就面临着恶劣生存环境的人们来说呢，一旦日后爆发全面的粮食危机呢，他们在生活当中呢只会更加的困难。关于气候的灾难呢，帕克说在2023年呢即将进入小冰河期，因为科学家呢以及气候专家都已经警告了全人类了，我们将开始小冰河期。而历史上共有4次的小冰河期，每一次呢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，无数的农作物呢都被冻死，引发旱灾、瘟疫、蝗虫等连锁灾难。很显然呢，如果真的到了小冰河期最先被无尽严寒笼罩的便是北美地区了。然后呢，这种极端的气候呢会迅速的波及其他的国家，届时呢地球上大量不耐寒的农作物呢都会遭殃，包括很多无法适应恶劣天气的动植物。人类呢需要学会如何与大自然共存。如今呢，大家都会感受到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了，因为近年来呢，地球上的平均气温呢一直在逐年的升高。由于人类肆意排放温室气体呢，去年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遭受了热浪的袭击，从而就导致了格陵兰岛地区的冰川出现了大面积的融化现象。
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地球迈入小冰河期的时间呢，已经不远了。近些年呢，由于生态环境遭到了大肆的破坏呢，全球气候已经有了很显著的变化。随着各类极端天气的增多呢，夏天变得更加炎热，冬天呢变得更加寒冷。那这样的气候环境呢，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自然灾害，帕克说今年剩下几个月以及明年最要小心的就是大地震了，会相当严重，特别是日本、美国这些地震的频繁的地区，很有可能会爆发一次9级左右的特大地震，造成巨大的灾害。所以富士山以及黄石公园呢，要特别注意了。根据帕克推测呢，在2024年呢，各类自然灾害的现象还会增多，就像如今许多南方地区一样，会突然下雪，这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示了。帕克说，我还有另外一种预感就是地球的磁极可能会发生变化。将来的地球磁极呢，将围绕着地球的旋转轴线摇摆16到20度。由于地心的运动呢，这就使得地心的磁极时不时的会发生颠倒。一旦呢磁极改变就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火山喷发和大洪水。而美国的西部沿海地区呢，就会出现大量的水灾。但你也知道，地球的磁场不会突然改变的。而改变的原因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全球气候的改变了。帕克还说到了能源危机他说，由于国际上的战乱形势而导致了全球油价会不断的上涨，在2023年到2024年冬天呢，将会出现天然气短缺。2024年的能源危机会持续下去，导致很多地区的国家出现问题，比如欧洲等国家的冬季取暖问题，美国也会大规模的发生。因为页岩油开采经费太大了，石油出产量越来越少，这些呢都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。在帕克的预测中呢，他就说24年呢，我们将会迎来更为严重的能源危机，就不知道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又该如何来应对了呢？而帕克还说到了世界局势呢，他就说呢，在这一年呢，美国总统拜登呢或许会提前退位。他谈到过拜登会在圣诞节前呢被弹劾，并在2023年的圣诞节前呢被罢免也许。他说，我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拜登公开演讲的时候呢，经常会遇到困难。很多外界就猜测说明显是有人在操控他的演讲内容。他就提到呢，之后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。他接着说呢，实际上拜登在这次的经济上以及他们的失业率抢劫等都没有处理好，所以白宫马上就会没钱，然后就要停摆了。那政府如果没钱呢，政务官就没有领薪水了嘛，白宫呢有可能就会关门。那一关门呢，最少也是半年。帕克说之前也不是没关过呀。而帕克还透露，亚洲地区的局势呢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会很紧张，有一场意外呢将会引发更大的冲突，而很多人呢都会被卷入其中，这也是未来2年最严重的事情。帕克说呢，谈到了巴以冲突呢，有熟悉旧约的人呢，他们应该都知道，那里面就有关于中东局势非常明显的预言。旧约的诗篇中就有说到犹太国的仇敌们会同心协商，彼此结盟。那么这些仇敌到底是谁呢？他说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的祖先非利士人，而非利士人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了呀。不过有很多的考古学家就认为呢，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呢就是他们的后代。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恨存在呢？他说其实就是4000年前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呢在摩利亚山上呢给神献子这个故事。有意思的是呢，在伊斯兰教的这个古兰经中也有着同样的版本，双方呢都认为自己才是亚伯拉罕这位祖先的真正后代。而1000年之后的所罗门王呢，就在这个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摩利亚山上建了一座圣殿，里面呢就放着约柜和十诫，被称为呢第一圣殿。在400年后呢，巴比伦人就入侵了耶路撒冷呢，这个圣殿就被摧毁了，而约柜呢也从里面消失了。又过了70年呢，波斯人灭了巴比伦让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，所以犹太人呢又重新建造了圣殿，被称为第二圣殿。又过了500年呢，犹太人因为迫害耶稣犯了大错被罗马帝国的军队就赶出了耶路撒冷，而圣殿呢就再次被摧毁，只留下了西边的一道围墙，也就是现在呢耶路撒冷最著名的景点墙，也是犹太人最喜欢去的地方。而耶路撒冷2次被毁呢，在旧约中呢都被预言了，而旧约中呢还预言圣殿呢会第3次再建立起来。当圣殿第3次建立起来之后呢，神呢就会再次降临。而这句预言呢，以色列人呢对此深信不疑。当年呢，联合国就把这个耶路撒冷一分为2，西耶路撒冷就给了犹太人，东耶路撒冷呢给了阿拉伯人。而那座圣殿山呢，就刚好位于阿拉伯人控制的东耶路撒冷。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，1967年呢，以色列就不惜动武呢，把东耶路撒冷给抢了过来。
而这也就成为了日后巴以冲突的根源。当圣殿山回来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在原有的圣殿山的遗址上呢，这个阿拉伯人已经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了，那就是伊斯兰人信仰中有着重要位置的阿克萨清真寺。而阿克萨清真寺呢，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先知穆罕默德显神迹的地方。那是在公元621年的一天晚上，神就派天使百加利呢来接穆罕默德，两个人用瞬移就来到了圣殿山。之后呢，穆罕默德就从这里登上了天堂的7重天。那登到了第7层的时候呢，他就见到了天堂。为了纪念登天的这个神迹呢，后来的阿拉伯人呢，就在他落脚的地方就盖了阿克萨清真寺。在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呢，以色列也不敢轻易的拆除这座清真寺呀，因为怕招来阿拉伯世界的报复嘛。那很久之后呢，双方就达成了协议，清真寺呢由约旦负责管理。尽管有了协议呢，民间仍然还是有很多不满的嘛。而这次发动冲突的哈马斯呢，就是其中一个。只要东耶路撒冷呢还在以色列的手里巴以冲突呢就很难停止的。最近呢，以色列居然已经在开始筹建第3圣殿了。那如果有一天这个第3个圣殿真的建立好了，旧约中预言的神真的会再次降临吗？知道了巴以冲突的根源之后呢，帕克还说我们的祈祷，我们每个人发出的任何正能量呢，都会微妙地影响着个人的意识，从而影响大自然。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发送美好的想法、爱和善的意念呢，这些呢都会对世界产生强烈的影响，让世界呢变得更加美好。最后呢，帕克的预言只是根据大数据做出的一些推测而已，所以大家呢理性观看。那么好了，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，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